这是唯一一部内地不敢拍的超大尺度限制级反常规电影，冰封藏尸，肉块打窝，手指做饵，只有你不敢想，没有他不敢拍的。面对残暴至极的杀人犯，女主的智商堪比卧龙凤雏。故事开始便是高能，她是常年宅家的编剧，然而每次创作，楼上总会传来咚咚的声音，戴上耳塞也不绝于耳。他气得每天拿工具一顿猛戳，可即便疯狂提醒也不见有用。奇怪的是，期间女孩也找过物业，可保安声称楼上根本没人回应。噪音整整维系了1个多月，志美写作发挥失常，剧本连连被拒。每次刚有一点写作灵感，就会被噪音无情扰乱。询问家人却无人听见，反而催他找份正经工作。志美一直怀有写作梦想，可如今维系生计都成难题，所以这次经历极有可能会给他提供新的灵感。为此，他决定暗中调查。经过几天的蹲守，他摸清一个规律，偶然发现楼上住的是一个男人，每个周末都会运回一大车白布包裹的物体，并且不断留下不明液体。女孩细细品尝，认真思考，足以判断此物应该毒不死人。到了第2天，志美悄悄来到了那人的车边，结果发现车门并没有锁，但此时邻居也已经出门了。车里有本教会的书籍，还有一些装着不知名液体的瓶子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发现了邻居靠近，吓得他慌忙藏进了后排过道里，并且还看到了一把带血的刀。随后男人发动了车子，志美则在车里手足无措，但他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，这是同事打来的。邻居也瞬间感到了不对劲，于是他立马就将车子停下。志美随即也悻悻地从车里爬了出来，谁知邻居二话不说就给了他一个耳光。此时巡警看到了这一幕，把2人带到了警局问话。事后女孩连连道歉，好在大叔没有追究，反而试探性地问其住址。志美对此更加疑惑。经过他们的调查，他找到楼下的信箱，得知大叔叫老韩。可奇怪的是，楼上的房主并不是他的名字，而且加上他奇怪的举动和带血的刀子。此时，志美与同事再次听到了楼上的声音。那这到底是谁发出的呢？为了能有写小说的绝好素材，能够提高圈内名气，于是志美打算先不报警。眼看单枪匹马毫无胜算，女孩决定寻求同事小帅参与。于是2人又死死跟着邻居，想看看他到底每天要去哪里，提醒小帅隐藏身形。可由于车技太差，被对方发现，一个路口便不慎跟丢，如今只能另寻他法。小美想到电影里经常使用的追踪器，可昂贵的价格让囊中羞涩的她只能望而却步。不过很快她便想到办法。안 보이게 이렇게 차 밑에다가 달아놓고 보조 배터리 꽂아놓은 상태로。随着追踪器移动行动开始，2人根据行动轨迹发现老韩每天都会前去祈祷，随后便去医院照顾女儿。如此尽忠职守的父亲怎么可能会是罪犯？2人意见不合，分道扬镳。小美生气离开，然而再次返回病房，她却看到无比惊人的一幕：男人竟然拿起不知名液体浇在女儿头上，嘴里还念叨着咒语般的话语。然而祈祷的不止1人。小美本欲继续调查，不料管理者带着打手缓缓靠近，她只能匆忙离开，晚一步便难逃魔爪。可刚到家，父亲便要将她赶出家门。原来老韩将他的所作所为告知父母，此事让本分的家人非常难堪，无处宣泄的压力。望着房顶上的水已经渗透墙体和耳边不断传来的敲击声，志美百口莫辩。他拆下追踪器，本想放弃，丝毫未察觉到他的身影早已被行车记录仪拍下。可他刚准备睡觉，楼上又传来了奇怪的声音。此时邻居也回到了家中，他毫不留情地抓起了受害人的头发。原来噪音全是此人用头磕地板发出的。邻居给他放了一个垫子，这样他就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求救。随后邻居望向了客厅，这里赫然放着2具冻在冰里的尸体。原来他们是某个教会的内部成员。隔日清晨，男人主动找到小美，声称楼上的动静不过是年迈失聪的母亲为给孙女治病的捣药声，并且保证以后并不会再犯。但敏锐的他还是察觉到老韩大腿根都是水迹，联想到最近种种现象都和谁有关。志美上网搜索信息，一个名叫天水教的神秘组织引起他的注意，思索老韩所有迹象都和这个组织有关。于是他借着加入主教的名义想混入其中，负责人便开始介绍加入主教的内容。该组织认为水是创造万物之主，而信徒可通过圣水洗刷罪恶和疾病，只要坚持，甚至可以长生不死，摆脱肉体束缚。而老韩便是其中一人。志美1秒钟都不想在这里待下去，于是他慌忙逃走了。跟同事碰面后，志美综合了所有可疑的点。他在跟教会负责人的聊天中得知，教会中的2名管理人员已经失踪1个月，并且小区楼底下有辆贴满缴费单的车子。通过保安大爷口中得知，
这正是楼上邻居的车。可问题是，现在的邻居老韩和车主根本就不是同一人，所以老韩一定进行了某种犯罪。志美猜的没错，因为他还在继续维护尸体不被别人发现。他几乎每天都要砸掉融化的碎冰，然后换上新的，他就可以每次切除尸体其中部位运出去销毁，只要不被人发现，这些罪证很快就能处理得一干二净。第二天，老韩就跑去河边钓鱼，两人决定进一步跟踪。原来不久前，小美装的手机追踪器被老韩察觉，而通过行车记录仪拍下的身影，他早已盯上志美。反观他全然未意识到，发现老韩似乎在箱子里摸索着什么，这东西竟是一根断指。远处的志美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，那个箱子里装的很可能就是人的碎片。为了能够确定这一猜想，志美请求渔场老板帮他去看一下。于是大叔假装过去跟老韩谈了起来，但刚准备动手翻箱子时，老韩却直接将他拦了下来，随后立刻就起身离开了。同事决定孤身前往跟踪，不料这是老韩设下的圈套，没想到却被一棍子打晕。等志美发现时，现场就只剩下了同事的手机。情急之下，不会开车的他只能硬着头皮顺着定位追赶。可就在此时，同事从昏迷中惊醒，他想起志美曾说过，在老韩后备箱里看到过一把匕首，用此划开绳索刺向老韩。可实力悬殊，一个未经人事的毛小伙，怎么可能是一个杀人犯的对手？等志美赶到，为时已晚，他无比内疚，将奄奄一息的同伴送进医院抢救。这全都怪自己的鲁莽，才让同事遭到了这种无妄之灾。志美感到非常愧疚。然而老韩此时也不准备隐藏，他抓住受害人的头部就狠狠往地上砸。志美报了警，并认为凶手一定就在房间里。他要求警察直接破门抓住那个邻居，但对方却认为志美是在胡闹。志美没有再说话，而是在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回到自己房间后，他将所有能用的东西做成了链子，然后将其挂在了邻居的窗户上，最后顺着栏杆爬了上去。在用力打开窗户后，志美看到了房内可怕的景象，这里竟然摆放着冰冻尸体。看来自己的结论没错，这个恶魔邻居就是一个杀人犯。志美随即打开了一间卧室的门，谁知更加恐怖的场景映入眼帘，里面竟然还有一具尸体。原来自己一直听到的噪音都是这位死者发出的。不过此时的老韩却躲在洗手间里，通过他空洞的眼神，事件的真相也终于浮出了水面。在某一天，他将喝醉的教会会长带到了家中休息，但会长酒后失言，竟然说出了他开设教会的真正目的，那就是为了圈钱。询问其他管理员才发现，就连他们所谓的圣水，不过只是普通勾兑的白糖水。他大骂老韩是个憨批，也想着通过这种方式给女儿治病，这无疑击碎老韩的全部幻想。他一股子杀意也瞬间涌上心头，上前就掐住了会长的脖子。会长挣脱控制想要逃走，但一个醉汉根本没有任何招架之力，所以他被绑在卧室里囚禁了数天之久，哪怕将头磕破了都没有得到救助。此时老韩发现了潜入进来的志美，他上前就将其按在了墙上。志美劝老韩不要再做傻事，明知道教会是假的还要相信，为了这本就不存在的幻想杀人，就算换来女儿的健康又有什么意义？但老韩还是坚信圣水能治愈一切，淋在小美身上，企图洗清他们的罪恶，然后死死掐住了志美的脖子。就在此时，大批警察破门而入。面对这一局面，老韩还是选择将错就错，于是女警果断开枪制止了他，这才让凶手彻底被绳之以法。影片至此悲情落幕。即便最终两人脱险，可带来的伤害无法逆转。志美至今仍活在那场本就能避免的噩梦中。